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美国叫停对伊朗石油设施的空袭，莫杰塔巴健康状况成谜。伊朗提出结束战争的3大条件，并宣布军事策略升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通过高级别政治渠道向以色列明确传达了要求，停止对伊朗能源设施，尤其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空袭。这是自2月28日以来，美国首次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明确约束。一名以色列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国政府已向以国防军总参谋长告知了这一要求。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将打击伊朗石油设施视作末日选项，只有在伊朗首先攻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美方担忧袭击伊朗石油设施不仅可能推高全球油价，还可能引发伊朗对海湾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报复。就在美国试图给局势降温的同时，伊朗新任最高领袖莫杰塔巴的健康状况引发了广泛关注。自3月9日当选最高领袖以来，莫杰塔巴尚未公开露面或发表任何视频讲话。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阿里里萨·萨拉迪安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透露，在2月28日美以对伊朗的空袭中，哈梅内伊身亡。当时莫杰塔巴也在现场，他有幸活了下来，但是也受了伤。据 CNN 和《纽约时报》报道，莫杰塔巴在空袭中脚部骨折。CNN 援引消息人士补充说，莫杰塔巴左眼周围还有淤青和面部轻微撕裂伤。3名匿名伊朗官员称，莫杰塔巴腿部受伤，但意识清醒，目前身处一个安保严密、通讯受限的地方。然而，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之子尤素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询问了与莫杰塔巴保持联系的朋友，对方表示莫杰塔巴平安无事。如果真的状况良好，为何持续缺席公开场合？这种矛盾令人不得不多想。在外界对伊朗内部局势猜测纷纷之际，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出了结束当前与美伊冲突的前提条件。他表示，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必须满足3个条件：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支付战争赔偿，并由国际社会提供防止未来侵略行为的坚定保障。佩泽希奇扬还强调，伊朗无意针对地区国家，只会根据合法自卫权利打击向伊朗领土发起袭击的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释放出更为强硬的军事信号，宣布改变对美伊的打击策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巴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以往的对等反击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将实施连环打击策略，不再维持1对1的报复节奏。任何隶属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船只及其运载的石油货品均被视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发言人还强硬表示，伊朗绝不允许异地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从中获利。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结果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